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31日，星期三。一段时间以来，自从中国政府通缉包括白所成在内的10名缅北重大犯罪嫌疑人以来，缅北局势暗流汹涌，但在外人看来，反而消息少了很多。现在，缅北反诈终于有了重大的成果。昨天，我用快评的方式为各位小伙伴报告了重大进展，那就是缅甸警方依法向我公安机关移交了白所成、白英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6名缅北果敢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和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欢迎各位前去观看。对于缅甸局势还不清楚的小伙伴，建议出门左转，去本频道缅甸风云播放列表中观看更多的相关视频。这真是中国的一次缅甸大捷。白所成被缅方移交给中国，消息振奋人心。不得不说，咱们国家真的是大手笔，干事真的是有那种纵横捭阖的感觉。为什么说这件事意义重大？我认为这次大捷凸显了中国大国的影响力，更是和最近国际局势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试问，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能不能用这样的影响力对印度的电诈集团进行打击？还有，在红海航线，美国能不能用这样的影响力让西方的商船得到安全保障？我相信，全世界通过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当今的世界的变化，看到中国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因此，这一重大成果值得我们用多一期视频详细分析。今天我就用2个部分，为各位小伙伴详细分析在这一重大进展中，中国所释放的异乎寻常的信号。第一部分，缅甸大捷，白所成被抓，释放超乎寻常信号。第二部分，缅甸电诈彻底覆灭不远，这是中国一场兵不血刃的大胜。欢迎各位小伙伴订阅、点赞、评论，并转发给更多的小伙伴，非常感谢。第一部分，缅甸大捷，白所成被抓，释放超乎寻常信号。从这次新闻通稿来看，这次公安部发布的消息非常明确，一直强调是公安部持续加强与缅甸执法部门的国际警务合作，而不是之前的与缅甸各方合作。官方这样的措辞调整说明什么？说明这次是缅甸军政府抓了白所成，然后规规矩矩移交给了我们。公安部发布的消息中特别强调，此次行动是中缅2国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标志性重大战果，充分彰显了2国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同携手维护安全稳定秩序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这段话，咱们既是在强调，这是继民学昌家族的合作后的又一次标志性重大成果，其实也是在给缅甸军政府台阶下，同时又是在强调这种合作必须坚持下去，否则怎么对得起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嘛？说得直白一点，咱这是不断胡萝卜加大棒教育出来的结果，否则白所成等都是闽昂莱当局豢养的电诈保护伞，他怎么可能会自断财路如此配合呢？不过白所成等这个时候被移交，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非同寻常的政治操作。咱们没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就解决了缅北的电诈问题。在这次移交白所成后，我认为释放了3个重磅信号。第一个重磅信号，缅北的格局就此奠定。现在缅北的格局是，彭家声的儿子彭德仁最终打败了被中国通缉的白所成等4大家族，并取而代之成了新一代果敢王。与此同时，缅军被迫全部撤出果敢，整个果敢再没有一个缅军。但是就在同盟军继续争夺木姐的时候，在中方的积极努力斡旋下，缅甸各方最终达成停火协议。当然，这个停火协议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全部移交包括白所成父子在内的10名电诈头目。在这个基础上，缅甸各方实现停火，然后维持已经形成的现状。对于同盟军3家而言，他们当初打着的旗号就是反电诈。那么，如果缅甸军政府配合打击电诈，同盟军的政治目的其实就达到了。那么他也就没有这个旗号和光环了。如果他再继续打，他相当于自己把自己过去的振臂一呼的旗帜给折了。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政治目标达到了，缅甸军政府配合打击电诈了，那么冲突也就结束了。第二个重磅信号，缅甸打击电诈还将延续。白所成父子等10名通缉犯之所以到缅北冲突后期失踪了，很显然是被敏昂莱当局给收走了。就像当初我分析的那样，他收走就是待价而沽，实在不行的时候就交给中国。那么，缅甸把白所成等人完完整整交给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敏昂莱当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配合中国打击电诈。如果不配合，他前面所有做的事情都白费了，缅甸一定又是烽烟四起。缅甸军政府不打，有的是人愿意打。那么，既然白所成都交了，其他打击电诈的各方也得配合。第三个重磅信号，中缅合作将开启新局面。缅甸军政府一方面与中国在皎漂港问题上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不久后又把白所成交给了中国。这意味着缅甸军政府政治上、经济上算是都低头了。既然政治、经济上都低头了，那当然中缅合作就会打开新局面，包括打击电诈、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等都会展开合作。当然，至于敏昂莱还能干多久，那可能要看他表现了。第二部分，缅甸电诈彻底覆灭不远，这是中国一场兵不血刃的大胜。这次缅北打击电诈成果非常丰硕。根据公安部披露的消息，为坚决彻底铲除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毒瘤，公安部与缅甸警方持续开展执法安全合作。云南公安机关不断深化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的边境警务执法合作，在前期持续不断打击下，截至目前，已有 4.4 万名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其中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干171名，网上在逃人员2908名，有力打击了境外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打击工作取得历史性重大战果。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不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持续缉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纵深推进专项打击行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注意看上述措辞，在实际的操盘中，除了公安部的全盘布局指挥外，云南公安机关是立了大功的。因为云南公安机关不断深化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的边境警务执法合作，可以说是立了大功。既然缅甸政府都同意配合打击电诈了，那么接下来缅甸的电诈被彻底清除只是时间问题了。大家注意看，这次我们打击电诈，重整缅北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可以说是举重若轻，谈笑间就把那么严重的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个过程中，缅军政府被赶出了老街，最终迫使缅甸就范，中国连一根手指都没动。这是什么？这就是一场兵不血刃的胜利。中国现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强了。强大后的中国注定要影响全球，就像同盟军打着打击电诈的旗号出手，就能获得广泛支持。反之，如果缅甸军政府不配合打击电诈，就是现在的结果。如果继续不支持打击电诈，可能政权维系都成问题。然而，这个过程中，中国既没有动军队，又没有投入太大的资源，结果一切就都搞定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高超的政治能力。大国有高人啊！这场大胜，其实我们怎么庆祝都不为过，因为这是我们靠影响力就解决的大事。中国这样的实力，会让周边国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能对中国乱来。另外一方面，大家也会看到，和中国在一起是多么安全，这就是大国的安全保障能力。多谢观看，欢迎各位小伙伴订阅、点赞、评论，并转发给更多的小伙伴，非常感谢。让我们和我们的国一起逆袭。